下一位要上场的鸟鸟。鸟鸟在徐志胜刚才说的他自己当男一号的那个《侠客行不通》里面客串了一个小角色，客串的是老鸨啊，确实是有反差感。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的特别心疼，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老实人还没豁出去的那种感觉。脱口秀好啊，鸟鸟，脱口秀咱们在这儿舒适。欢迎回到舒适圈的鸟鸟。我还是太善良了，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大家好，我是鸟鸟。这场其实很早就开始策划了，一开始请了一个古偶演员，但那个剧播得很好，演员飞升了没来。本来请了一个大导演，但导演怕影响票房没来。而今天的嘉宾包括我都是冲他们来的，所以这个节目请嘉宾呢，就是全靠信息不对称，行骗受骗，虚假宣传。就好像那种海报里有沈腾的电影是吧？观众进去一看含腾量极低。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不会写沈腾，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就我们只是写长远爱伦，最后来的是纪凌尘。我之前确实在智胜的剧里客串过，在给我的剧本里那个角色叫老板娘。当时还有另一个角色给我，那个是贵妃，但是第一场戏我就不是很喜欢，因为她就是坐在湖边伤春悲秋，说你说皇上不会把我忘了吧？我当时就想这个主体性太差了，我要当老鸨。短短一次客串呢，我就体会到女演员的困境。古代题材给女演员的选择太少了，要么恋爱脑要么贩卖人口，都是现在十恶不赦的大罪。当然能演戏还是很荣幸的，因为和我们搭戏的都是很专业的演员。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点委屈，因为论演技肯定不应该让我们去演。但话又说回来了，论说脱口秀，难道应该让他们来说吗？那当然是求他们来说了。我们今天就求来一位老戏骨张绍刚老师。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参演的都是大戏，《长风渡》《西红柿首富》，都说是影视寒冬，但张老师却一直在横店。有句话说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也知道原来是张老师在偷泳裤。另一位老戏骨郭涛老师演技很好，很多经典作品《疯狂的石头》《父母爱情》《烈日灼心》，而且很幸运的在网民没有大规模反思原生家庭的时期就上了育儿综艺，错过了很多被网暴的机会。太坏了。一般演员上真人秀都有反差，只有郭涛老师作品里是硬汉，真人秀里更是硬汉。面对活泼可爱的儿子，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力。刚正不阿，不为所动，打击幼儿撒娇卖萌，绝不手软。徐志胜和李雪琴，我的前同行。都说红气养人，雪琴变得多漂亮呀！志胜变化不大，可能红气也不是谁都养，是吧？红气看到雪琴可爱想养，看到志胜成年人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严屹宽老师刚才承认自己是天涯四美了，但当年刚被评上的时候呢，他还很不高兴，怒怼网友，说自己从未主动参与被四、被加入、被美，让人很难理解，是吧？难怪您演的挺好，还没拿过什么奖，可能就是怕你拿了奥斯卡也会生气。到时候怒怼评委，从未主动参与被奥、被撕、被卡。这个严屹宽老师明明很帅啊，偏偏不接受自己帅。有几年接戏的标准就是要丑、要糙、要看不出一丝美男的影子。您不要看智胜。当时演秦琼的时候啊，要求把铠甲做的生锈，说这样观众就不会盯着他的脸看了。面对这么没有逻辑的要求，导演盯着他的脸答应了。严老师，你顶着这么一张脸，就算要求今天穿铠甲，我们也会答应的。纪凌尘啊，分手发微博说你喜欢大海，我爱过你。被网友戏称为大海哥。这下好了，没人喜欢大海了。现在人们都说啊，我喜欢亚洲和美洲之间的那一片水域。作为演员呢，纪凌尘也有独特的方法论。前采的时候说自己演戏追求的是丢掉前额叶，直冲本能。你说他傻吧？还知道前额叶。你说他不傻吧？他要丢掉前额叶。还说过啊，说自己的高光时刻都在演喜剧，艾伦的赛道可以分他一半。纪凌尘老师演正剧把人看笑了，不叫会演喜剧。就像你冬天在冰上打出溜了，不叫会短道速滑。而且还非常自豪，是吧？跟我们同事说，有几个帅哥能演傻子，你给我指出来。在我的印象里，莱昂纳多演过傻子，演得很好啊，只可惜只在好莱坞混，想必是为了避开纪凌尘的锋芒。我谢谢。这句话你们听了会笑，纪凌尘听了会信。但一开始听纪凌尘说的话，我有点想笑，看到后面我又觉得很羡慕，就是这么自信的小朋友，真想用他治一治郭涛。这个能打起来，我同学打过来。主咖这个节目呢很有特点，错峰邀请顶流。小石头成年了，请来了郭涛；天涯没了，请来严屹宽。2026年，请来23年的短剧顶流徐艺珍。按这个进度呢，再过10年，节目就能请来机器人了。这期说是影视专场呢，但来的全是演员。前面也说过了啊，本来有一个导演的，但导演临时决定不来，所以这场不好看呢，也和影视圈一样，都怪导演就可以了。毕竟我只是个编剧，能有署名已经很不容易了。谢谢大家，我是鸟鸟。可以，厉害厉害厉害。鸟鸟老师，我给你补充一个信息。当你提到迪卡普里奥在好莱坞发展，为了避他的锋芒，纪凌尘是怎么反应的？他深情地看着你说：“谢谢。”再次感谢鸟鸟的表演，编剧很重要啊！大家记得看我们的节目必须看
片尾编剧署名啊，袅袅别在意这场好不好笑，我跟你说，整个这一季都挺好的。马上要上场的范志毅，范老师2期没来了，说明什么呀？说明新一季的五哈开录了呀！范老师，您不是五哈吗？下次你别光自己回来，你带几个哈呗。不敢。让我们掌声有请，还知道回来的范志毅。大家好，我是范志毅。2期没来了，真的都给我憋坏了哈！再不来，小鸡上的都比我多了。第一个，你一个电影电视剧都没有拍过，为什么也来影视系啊？你影视什么？你影视真的大。让我来影视区吐槽，我真的都心虚啊！我也不是专业的，大家都知道，我主业是个综艺咖哎。我之前在《繁花》里演过肠子，因为这个戏啊，还拿了个奖。哎呦，年度全能跨界巨星奖。这个奖很厉害的，24年首次设立我就拿到了，本来很开心的，结果25年就没有这个奖了。为我设的奖还就发1次。不愧是影视圈，今年腾讯视频要记得给我颁奖如果不给我这个奖，我要到对面去尖叫了。这个节目都录到这会儿了，哎呦，我真的还没搞懂，场上这些人到底什么关系，让你们硬拉到了一起？节目组和我说，郭涛和张绍刚的关系是，说他俩都是射手座。那我们3个都有关系了。以前在场上我也是射手啊。严屹宽，阿拉上海人，也是老演员了。你在《繁花》里演的什么角色啊？没参演。哦呦呦，哎呦，真不是我说你侬就是国语讲得太好。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是要上海话说。我确实也没看过他的戏，真的。节目组跟我说，人家也演过很多戏的，最近演的那个什么剧就正在热播，叫什么《足浴》。哦呦，蛮厉害的，怎么泡脚还能泡一部戏啊？后来才知道，足浴不是足浴严屹宽还说，因为自己长得帅，带来一些演戏上的困扰。哦呦呦，真说话蛮招笑的我怎么没有听过说贝克汉姆因为自己长得帅，踢球方面有困扰的？人家是又帅又能踢，结果你还叫严屹宽，你这演绎也不够宽啊，兄弟！你应该就叫演绎仔。严屹仔，现在还有自称，和严屹宽一样，也是靠脸吃饭的。客串过很多电影，票房都很高的，好几部电影加起来没超过1分不容易的。戏份都是按秒算的，有的观众还说看不够，那都算好的了。很多观众
都找不着啊。后来人家正儿八经当主角，演了古装剧，没搞懂，豆瓣评分4.2分。哟，这下好了，让你们说看不够，这回看够了吧？看完都说够的啦，只是我们错了。不，这样你也别灰心啊，毕竟是跨界。你看人家专业的就不一样，郭涛老师导演的电影豆瓣评分2.9分，你到底什么水平？郭老师，专业的搞成这样不容易的。你是影视圈的哎，拍个电影连个奖都拿不到，那一年金扫帚奖都输了，最差电影拿不到。虽然你打不过人家，但你就连最令人失望的导演都拿不到，你太让我失望了。郭涛老师，人家也踢球的，说从8岁开始踢球，踢了40多年了。足球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真的，我都没有说过这种话。我也8岁开始踢足球，踢了40多年，我只想说，综艺简直是我的生命一部分。我们俩都是明星足球队的。他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在球场上跟我一起切磋一下，每次我俩都碰不上。你找错地方了，你要踢球上综艺来找我踢。明星足球队不上综艺踢，你算什么明星？徐艺珍之前在武汉见过，当时感觉蛮谦虚的。听说现在人也在做短剧的这个制作人，我也想拍短剧，艺珍。你看看有没有合适我的？拍个像什么重生之国足队长，世界杯冠军就是他。收视率肯定很好。纪凌尘，我俩演戏上都有自己的赛道。我是演上海人啊，他是演傻子。今天来这一看，哎，他好像不是演出来的哎。不要笑，真的不是演出来。小伙子也蛮有梦想的，想成为影帝。以前在网上卖过2手书，叫《表演的技术》。他看完的谁还敢买啊？还说我没有演技，演戏就是在做自己。我承认，当我看了看他演的那个几个片段，我是真心觉得他演的蛮有灵性的。哎，小伙子把上司演出了这个活人感。哎，你就是差一个好角色。哎，只要有好角色，未来有一天你肯定能成为影帝。你也别信，上面这段是我演的，这叫表演的技术。哎呀，今天雪晴也在，啊，人家现在也是影视圈的，但总有人吐槽雪晴演啥都像演他自己。人家演的蛮好的，很灵的，脱口秀讲的也好，演戏也棒，干啥都行。我们综艺咖就是猛。其实啊，我俩在影视圈啊，能这样，那还不是因为影视圈越来越不行了。有些专业演不好别人，我们又能演好自己，可不就让我们闯进来了啊！希望以后有戏还来找我们，不能保证多好，反正不是最令人失望的那个，最令人失望的可能还得看人家专业的。毕竟大家对他们的要求高。谢谢大家，我是范志毅。我想郭涛老师话。
范老师怎么能说脱口秀说的不好笑呢？他又不是专业的。而且范老师，您不在的这2期，好多人惦记您，惦记您的人，他们是豪门正统在海天，原汁蚝肉熬出鲜，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真该下岗了。这种是不是专业的嘛？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去横店太多了。好好念，搭档，调整一下表情。豪门正统在海天，原汁蚝肉熬出鲜，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怎么喝都好嚼，怎么嚼都好喝。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得了，哎呀，马上要上场的是李雪琴。